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李白的悲剧。李白在中国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要你上过学，就绝对背过他的诗。他被我们尊称为诗仙，在我们的脑海里，他永远是一副白衣飘飘、仗剑天涯的潇洒模样。他大笔一挥，就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翻济沧海。他喝醉了酒，敢让皇帝最宠信的太监高力士给他脱靴子，敢让权臣杨国忠给他研墨。在很多人看来，他是大唐最自由的灵魂，是不受世俗羁绊的谪仙人。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翻阅唐朝的史料，去仔细阅读他留下的那些诗文和书信，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残酷真相。这位大唐最自由的灵魂，其实一点都不自由。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求官。而且更可悲的是，作为大唐最顶级的文学天才，他在政治上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笨蛋。他一辈子都在渴望建功立业，渴望出将入相，但他每一次的政治选择几乎都精准地踩在了雷区上。他为了当官，给人写过无数肉麻的吹捧信，他为了做官，甚至卷入了造反的死局，差点被砍头。李白的一生其实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巨大悲剧。今天我们就拨开诗仙这层浪漫的滤镜，回到真实的唐朝历史中，去看看一个极度渴望权力的天才是如何在残酷的政治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的。第一部分，赢在了起跑线，却被褫夺了参赛资格。要理解李白为什么一生都在近乎疯狂地求官，我们首先得弄明白一个问题，在唐朝，一个普通人想当官，正常途径是什么？答案大家都知道，科举考试。唐代的科举虽然不如后来的宋明那么完善，但已经是读书人跨越阶层最重要的阶梯了。可是李白为什么不去考科举呢？是因为他骄傲不屑于考试吗？绝对不是。残酷的历史真相是，李白根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结合现代学者的考证，李白的身世一直是一个谜，但有两点是基本可以确认的。第一，他的出生地很可能在碎叶城，也就是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后来才跟着家人搬到了四川江油。第二，他的家庭背景极有可能是商人，甚至可能是从事跨国贸易的胡商或者富商。在唐代，法律对商人的歧视是写在《唐律疏议》里的。唐朝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商人属于市级，地位非常低下。唐代的科举制度有明文规定，行家之子，公甲书类同类请举不遇。意思是说，罪犯的后代以及工匠、商人的子弟绝对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这就解释了李白人生中最大的一个痛点。他天纵奇才，5岁诵6甲，10岁观百家，10几岁就已经写出了一手好文章，剑术也练得相当不错。他满腹才华，自比魏管仲、诸葛亮，觉得自己有惊天伟地之才，但他连进入考场的门票都没有。你可以想象一下年轻时李白的心理阴影面积。周围那些才华远不如他的庸才，都可以通过科举堂堂正正地进入体制内，而他拥有大唐最顶级的才华，却因为出身问题被彻底锁死了上升的通道。那么，除了科举，唐朝还有没有其他当官的办法？有，那就是干业，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走后门、拉关系、找推荐人。唐代的科举并没有完全取代举荐制度。如果你能得到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的赏识，由他们向朝廷极力推荐，你依然可以被授予官职。这就注定了李白这一生不得不走上一条卑躬屈膝、四处求人的干业之路。这也是李白性格中巨大矛盾的根源。他骨子里极其骄傲，觉得自己是天才，但在现实中，他却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去讨好那些掌握权力的凡夫俗子。这种极致的自负与极致的自卑交织在一起，贯穿了他的一生。第二部分，漫长的干业之路，花钱如流水的交际花。开元13年，24岁的李白离开了四川，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这听起来非常浪漫，仿佛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漫长北漂和拉赞助之旅。李白出川之后的第一站
是去拜访当时的名人，比如渝州刺史李邕。李邕在当时是文坛领袖，也是封疆大吏。李白去见他，原本是希望得到推荐的，但是李白这个人的情商在这个时候就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他太渴望表现自己的卓尔不群了，以至于他在这些达官贵人面前表现出了一种极度的狂傲。李邕看到这个年轻人如此嚣张，心里很不爽，随便敷衍了他几句就端茶送客了。李白碰了一鼻子灰，心里也很不服气，转头就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苍冥水。世人见我横书调，闻风大笑亦求之。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这首诗写的确实气势磅礴，把自己的才华比作大鹏鸟。但是站在政治交际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情商负数的表现。你明明是去求人办事要官做的，结果人家不给你办，你就指着人家的鼻子骂，你个凡夫俗子根本不懂我，孔夫子都说后生可畏，你凭什么看不起我？试想一下，哪个领导会提拔一个这样给自己难堪的年轻人？这就是李白在政治上的第一个致命伤，他根本不懂得官场的规则，他试图用诗人的狂放去征服严密森严的官场体系。在接下来的10几年里，李白漫游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他采取的策略是花钱包装自己，结交天下名士。李白非常有钱，他在《上安州赔偿史书》中自己承认，囊西东游维扬，不逾1年，散金30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继之。不到1年时间，在扬州一带就花掉了30多万钱，专门用来结交社会各界人士。为什么要这么大手大脚？因为他需要名声。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要想让远在长安的皇帝知道自己，就必须把自己打造成天下闻名的大 IP。他四处送钱，四处写诗，四处拜访官员。为了求官，李白写过很多让人看了觉得有些心酸的自荐信，比如他写给荆州长史韩朝宗的《与韩荆州书》。韩朝宗在当时以喜欢提拔年轻人而闻名。李白在这封信里开篇就极见阿谀奉承之能事，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这意思是说，我这辈子连万户侯都不想当，就希望能见您韩大人一面。这种话可以说是把姿态低到了尘埃里。但紧接着，李白的狂傲又按捺不住了。他在信里又开始大段地吹嘘自己15好剑术，便干诸侯，30成文章，力抵倾下，愿赐频频击节，先欲牵引。意思是，我这样牛的人，您赶紧提拔我吧，只要您提拔我，我一定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在长达10几年的时间里，李白给无数的官员写过类似的信，拜访过无数的衙门。他甚至为了抬高自己的政治身价，入赘了前任宰相许与氏的孙女，当了上门女婿。后来许夫人去世，他又入赘了前任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大唐第一才子2次去做上门女婿，这背后绝不仅仅是爱情，更多的是为了获取通往上流社会的政治资源。然而10几年过去了，钱花光了，名气确实也打出去了，但他依然是个白丁，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愿意真的把身家性命压在这个行事狂放、没有实际行政经验的诗人身上。第3部分，长安的黄金鸟笼与幻灭。命运的转机出现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这个时候的李白已经42岁了，人到中年，功业无成。但他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有了回报。他的诗歌才华终于惊动了当时的道教首领吴云，以及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在这些重量级人物的推荐下，唐玄宗终于下达了征召李白入京的诏书。接到诏书的那一刻，李白彻底沸腾了。他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他在离开山东的家里时，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南陵别儿童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真的以为自己要去当宰相了，去辅佐君王，去实现他治军尧舜上，再是风俗淳的伟大政治理想了。他到了长安，唐玄宗对他极为优待，将辇不迎，如见启号，皇帝亲自走下步辇迎接他，
御手调羹，刺史赐衣，皇帝甚至亲自为他调和羹汤。当时的文坛领袖贺知章见到他，惊呼他为谪仙人。李白被任命为翰林供奉，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李白人生的巅峰。但正是这个职位彻底击碎了李白的政治美梦。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了解唐代的官制。在唐玄宗时期，翰林供奉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府官员序列，它甚至没有品级。唐朝初期的翰林院其实就是一个皇家的高级会所，里面养着各种陪皇帝玩乐的人，有下棋的高手，有弹琴的乐师，有算卦的道士，当然也有写诗的文人。唐玄宗是一个非常有艺术品味的皇帝，他招李白来，根本不是看中了他的政治才能，而是看中了他的文学才华。天下太平，海内富庶，唐玄宗需要一个顶级文人来为盛世大唐唱赞歌，为他和杨贵妃的爱情写情诗。说的难听一点，玄宗只是把李白当成了一个高级的文学弄臣，一个可以随时召唤过来活跃气氛的御用文人。有一次，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沉香亭赏牡丹，觉得原来唱的那些词太老土了，配不上此刻的良辰美景和美人，于是赶紧叫人把李白找来写新词。李白当时正在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被几个人搀扶着弄到了皇帝面前。半醉半醒之间，李白大笔一挥，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清平调》3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在文学史上，这是一段千古佳话，但对李白本人来说，这是一种深刻的屈辱。他自诩为王佐之才，是要去处理国家大政方针，要去平定边疆，要去治理黄河的。结果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在一群太监和宫女屁股后面，皇帝喝高兴了，就让他写几句诗助兴。这叫什么政治抱负？认清了现实的李白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消沉之中。既然政治理想破灭了，那他也就彻底放飞自我了。他开始天天在长安城里醉生梦死，和贺知章等人结成了隐中八仙。这个时候，李白政治情商低、性格狂傲的缺点再次爆发。他在醉酒后，不仅让皇帝最信任的太监高力士给他脱靴子，还经常在诗歌里发牢骚，得罪了朝中的一大批权贵。高力士这些人虽然在历史上名声不好，但他们是皇帝身边的近臣，每天给皇帝吹耳边风，皇帝对李白的态度也就渐渐冷淡了。更重要的是，唐玄宗也发现这个李白除了会写诗，嘴巴还不严，经常喝醉了酒乱说话，把宫廷里的秘闻泄露出去。作为一个统治者，玄宗是绝对不会让这样一个毫无政治城府的人真正接触国家核心机密的。于是，在长安待了短短1年零几个月后，天宝3年，公元744年，唐玄宗给了李白一笔丰厚的遣散费，让他走人，史称赐金放还。表面上是礼貌的送客，实际上就是被皇帝炒了鱿鱼。大唐最顶级的诗人，在帝国的政治中心仅仅存活了1年多，就黯然退场了。这也彻底宣告了李白体制内仕途的彻底破产。第4部分，致命的政治豪赌与深陷死局。离开长安后，李白又恢复了漫游的生活。这期间，他遇到了杜甫，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李白的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他仍然渴望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政治才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唐帝国的危机逐渐爆发。天宝14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安禄山的铁骑南下，大唐的盛世繁华瞬间化为焦土，国家陷入了巨大的灾难。已经55岁的李白带着妻子宗室逃难到了江南。这时候，大唐的政治局势发生了一次极其复杂、极其危险的裂变。唐玄宗逃往四川，太子李亨在05自行宣布登基，这就是唐肃宗。而此时，唐玄宗为了牵制李亨，做出了一个极其昏庸的决定，他任命自己的另一个儿子，也就是永王李璘，担任江陵大都督，统领江南一带的军政大权。李璘到了江南之后，手握重兵，再加上江南富庶，他并没有打算去北方平叛，而是动了割据江南，甚至争夺皇位的心思。这在当时的政治高层中，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唐肃宗李亨已经把永王李璘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一场残酷的皇权内战一触即发。就在这个极其敏感、极其危险的历史节点上，永王李璘向在江南避难的李白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幕府。任何一个稍微懂一点政治，甚至只需懂得自保的正常人，都能看出此时的永王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定时炸弹。著名的高适当时就在肃宗身边，他坚决站在了正统皇帝这一边。可是李白呢？这位大唐最顶级的浪漫天才，在政治上展现出了令人绝望的幼稚。他一看到有人请他出山平叛，立刻热血沸腾，觉得自己当管仲、诸葛亮的机会终于又来了。他完全没有看透大唐皇室内斗的险恶局势，不顾妻子宗室的苦苦哀求和阻拦，毅然决然地登上了永王李璘的战船。上了战船之后，李白兴奋异常，大笔一挥，写下了著名的祖诗《永王东巡歌》11首。在这些诗里，李白不仅把永王比作拯救天下的救世主，甚至还写出了南风一扫胡尘境，西入长安到日边这种极度危险的句子。这还不算完，李白甚至在诗中暗讽刚刚登基的唐肃宗没有作为，只有永王才是大唐的希望。这种行为在政治上叫什么？这叫站错队，这叫公然附逆，这叫造反。果不其然，永王的割据势力很快就被唐肃宗派兵镇压了。永王兵败被杀，李白作为永王幕府的核心成员，作为写反诗的头号文人，立刻被逮捕，关进了浔阳，也就是今天的九江的大牢。这时候的李白面临的是灭族的大罪，他终于害怕了。他可能到这个时候才明白，政治不是写诗，不是浪漫的想象，而是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在狱中，李白放下了所有的尊严，开始疯狂地写信求救。他求当时负责平叛的高适，但高适深知政治的残酷，为了避嫌，对李白不理不睬。后来，在宗室家族的极力奔走下，在江南一些官员如御史中丞宋若思的求情下，甚至传说当时的名将郭子仪也愿意拿自己的官职来担保，李白才勉强保住了一条性命。但他死罪可免，活罪难逃。58岁的李白被判处流放夜郎，今天的贵州一带。对于一个年近60的老人来说，流放西南蛮荒之地几乎就等同于死缓。李白拖着病体溯江西上，开始了漫长而凄凉的流放之路。第5部分：天才的落幕与悲剧的升华。上天对这位诗仙终究还是有一丝怜悯的。乾元2年，公元759年，关中遭遇大旱，朝廷宣布大赦天下。当赦书传到白帝城的时候，李白正在那里艰难跋涉。听到自己被赦免的消息，这位60岁的老人像个孩子一样狂喜。他立刻调转船头，顺江而下。在那个清晨，他写下了他一生中最轻快、最著名的一首诗《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大家总是惊叹这首诗的灵动与潇洒，但这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背后，是李白一生政治抱负彻底粉碎后的释然，是死里逃生后的虚脱。在那一刻，他终于放弃了做管仲、诸葛亮的执念，他接受了自己只能做一个诗人的宿命。3年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62岁的李白在投奔族书、当涂县令李阳冰后病重不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把自己一生的诗文手稿交给了李阳冰，然后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首诗《临终歌》。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击兮万世，犹扶桑兮挂左妹。后人得知传子，仲尼亡兮谁为出涕？直到临死前，他依然固执地把自己比作那只展翅高飞的大鹏鸟。他说，大鹏鸟虽然飞到了半空中，却因为力量不济而中途折断了翅膀。他感叹自己空有一身抱负，却无人赏识。孔子已经死了，还有谁会为我流下同情的眼泪呢？李白带着满腔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政客，他的一生是极其失败的。他缺乏对人性的洞察，缺乏对体制的适应能力，更缺乏在复杂政治斗争中明辨是非的眼光。他把政治想得太简单，太浪漫了。
但是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的辩证法。试想一下，如果李白真的拥有极高的政治情商，如果他真的深谙官场潜规则，左右逢源，步步高升，最后做到了宰相大位，那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批阅堆积如山的公文，在朝堂上与政敌勾心斗角，在权力的平衡木上小心翼翼地行走。如果是那样，大唐可能会多一个平庸的或者能干的官僚，但中国文学史上就永远失去了一位不可替代的诗仙。正是因为他在政治上的屡屡碰壁，正是因为他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才挤压出了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诗篇。他把他对人生的失落，对宇宙的追问，对自由的渴望，全部倾注到了他的诗歌里。政治抛弃了李白，但他却用一支笔为自己，也为整个中华民族建立了一个永远不会崩塌的诗歌帝国。他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政客，但他是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李太白。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amers。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